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100多天，在此期间，北约国家不断向乌克兰援助先进的武器，致使俄军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据媒体报道，乌克兰近日又烧到了一款既厉害又先进的重型武器，该款武器就是来自法国的凯撒155毫米自行火炮。而该款火炮的援助也意味着法国原有的中立场开始发生了改变。2022年5月25日，乌克兰国防部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照片，证实法国援助乌克兰的凯撒155毫米自行火炮已经抵达乌克兰，并配备于乌军第55炮兵旅前往东部前线参战。该款火炮是法国最新版的自行火炮，能够在远距离打击俄军军事基地，并且可以有效地减缓俄军对顿巴斯地区的攻势。相比于美国此前援助的 M777 超轻型155毫米火炮，法国援助的凯撒自行火炮明显要实用得多，而且这次给的火炮车火控非常完备，加上其本身的自动化程度也很不错，因此快打快撤能力很强。相比于777，更为适合乌克兰炮兵的战场需求。根据乌克兰相关人士表明，目前乌方接收到的北约援助火炮当中，就属法国这款自行火炮最适合且爆发力最强。那么该款自行火炮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今天火力军就来给大家了解一下。法国凯撒155毫米自行火炮是世界上第一款标准意义上的大口径车载火炮，也是现代卡车炮的始祖。其开创的新设计特点基本上被后辈们沿用。该款自行火炮由法国地面武器工业集团与洛尔工业公司研制，底盘选用了梅赛德斯奔驰的7吨级民用型6x6卡车底盘。1994年样车公开展示，主打轻量化，能够用 C130 运输机投送。本来即将进入量产，却没想到奔驰公司突然停产了该款底盘，逼得法国人不得不换个法国雷诺公司的雪帕6x6载重卡车底盘，把测试流程再来一遍。因此整个77辆自行火炮的订单一直到2011年3月才完成交付。虽然是民用级的车辆底盘，但法军按照军用需求进行了改装，驾驶室安装了装甲，可以防御 7.62 毫米穿甲弹和炮弹碎片，轮胎改用军用防弹轮胎，配有中央充气系统，并采用了泄气保护设计，在被击穿后还可以一定速度继续行驶一段距离。动力系统方面，装备一台雷诺6缸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240马力，能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狂奔，越野时也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加满油一次能跑600公里，最大刨坡度为60度，最大涉水深度 1.2 米，能够翻越宽 0.6 米的壕沟，机动性可谓是相当不错。得益于采用民用底盘，其使用和维护都非常方便，不仅能在民用道路上正常行驶，驾驶员改装训练也仅需3天，还能利用民用修理设施进行维护，最大程度保留了便利性。这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而言，简直就是福音。毕竟美国援助的 M777 超轻牵引式火炮，一旦战争中受损，乌克兰可修不起。并且 M777 火炮的可空运的特点，在凯撒自行火炮上也同样具备，其战斗权重控制在 17.4 吨，仅为传统履带式自行火炮重量的1/3。行进状态的长度小于10米，正好可以塞进 C130 运输机的货舱，能够使用 C130 运输机进行运输。与履带式自行火炮一样，凯撒自行火炮同样以单车为作战单位，采用5人炮班制，具备单车作战能力。火控系统全部车载，并装备了18枚代发弹，不过18发代发弹仅够连续射击2至3分钟，因此一般会按照1:1的配置一辆同底盘的备弹车，可携带72发弹药，并备有吊车。凯撒采用的是一门52倍径155毫米火炮，采用计算机全液压控制，配备有半自动装填装置，由人力将炮弹取出，放在半自动装弹机上，即发射普通弹药射程35公里，发射增程型弹药射程可以达到42公里，持续射速为每分钟6发，爆发射速为18秒3发，可实现3发炮弹同时弹着地。该款自行火炮对乌克兰军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配备了完整的火控系统和自动操炮系统。该炮的火控系统是以 CS2002G 火控计算机为中心，搭配有一部与联营指挥所通信的 PR4G 数据电台，用于接收指挥所下发的目标坐标信息和气象信息，一部与 GPS 定位系统交联的西格玛30惯性导航单元，用于完成自行的坐标定位，还有一部 ROB4 初速测量雷达，用于射击诸元修正。
其计算机化的火控系统具备自动数据传输、精确定位和射击后自动重新瞄准的能力，首发命中率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不再需要进行试射，从而提高了打击的突然性。操炮系统则是由火控俯仰传感器、方向传感器、伺服电机和液压系统构成，能够实现火控自动解算射击诸元，并控制操炮系统完成一键自动调炮。与美军援助的阉割火控系统的 M777 火炮相比，凯撒自行火炮的操作大为简化，瞄准只需要通过车头驾驶室内的炮长终端机或者车尾的炮手终端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火控解算和火炮的操作都可以全自动进行，包括车尾的驻除收放都是全自动，炮手只需要负责监测火炮状态和装弹，半自动装弹机也能减轻装弹时的炮手的负担，而 M777 即便是火控完备的状态，也依然需要2名炮手进行手动的调炮，还需要拿锄头开挖贮除坑，而凯撒依靠完备的火控系统，可以自动获取发相关的数据，不再需要提前准备射击阵地，直接停车就能开火，而且进入战斗和撤离的转换时间小于1分钟。一辆凯撒自行火炮从进入战斗打完6发急射速，再到撤出阵地只需要3分钟，比牵引式火炮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以凯撒自行火炮可以真正的实现到位就打，打了就跑的战术动作，可以在进行间接的收指挥所下发的目标坐标，然后就地停车，由火控完成定位、解算和调炮，然后装填手装弹，直接开打，打完就撤。正是由于该款火炮快打快撤的能力很强，所以俄军炮兵要反击凯撒的话难度很高，因为这就要求俄军炮兵自身的装备、信息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也要高才行。一旦前方无人机或者是反炮兵雷达完成对凯撒的定位，俄军炮兵就得立刻完成诸元解算、调炮和开火，这样才能赶在凯撒转移前覆盖它。然而对于俄军而言，其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最多的为 2S19 自行火炮，发射普通弹药最大射程21公里，火箭增程弹最大射程才仅为30千米，同时还缺乏自动火控系统和自动定位定向系统，在射程上凯撒要远远超过俄军的 2S19 自行火炮，在火控自动化程度、快速反应程度等凯撒也占据优势， 2S19 仅仅在防护性占优，俄军只能使用新型的 2S35 等先进火炮才能抗衡。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些火炮参战的信息，俄军想要应对凯撒自行火炮，还要靠炮兵侦察雷达、无人机、远程火箭炮甚至是空军的支持，最佳的方式恐怕还是无人机，在可能的目标区域上空盘旋侦察，发现就直接攻击，既省时又省力。当然乌克兰军队也不是傻子，自然会在无人机方面进行针对性的防控。可以说正是由于北约国家大量的援助火炮，目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火炮的较量上才真正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你认为凯撒自行火炮能否压制住俄军的进攻呢？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